这天晚上，年奶奶突然从外头闯了进来。丁秀，建鸭的书别让他念了，他念也念不好，1个学期还要交10块钱学费，是嫌钱家里钱多到花不完吗？年秀丽躲在年奶奶身后，得意的抿嘴看着年糕，看吧，他一挑唆，他奶当时就来找了，说不让他念书就不让他念书，看他能怎么办。娘，年糕念书的事我不当家，你找文景，他说了算。这事你得管，建鸭要是不念了，还能在家里帮你洗衣做饭，你不是也清闲，好日子不知道过。一个丫头片子，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得嫁人，10点字就行了。我不管这事，不过有句话我得先说了，要不让年糕儿念书，家里其他女孩都不能念，没道理别人可以念，只有年糕儿不能念。不行，我要念书，我要念书，凭什么不让我念？哼，你想什么美事呢？秀丽念不念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老二2口子都拿钱，再养2孩子都供得起，你供得起吗？年文景也在窑厂上班，也拿钱，我在家里没少干活。年文景每个月赚的钱都交给了你，年糕儿1学期10块钱学费，要是他交的钱不够，你跟他说，跟我说不着。老大媳妇，你要有意见直接说，什么态度？怎么说话呢？我当奶奶的，关心下孙女还不行？年奶奶刚朝屋里走了一步，就看到年糕拿起了个木凳子抓在手里。年奶奶一愣，年糕这死丫头是真狠啊，每次抓到什么那是真敢下手。她上回被年糕一书包砸到了脑壳，虽然没伤口，但到现在还疼，脑瓜子时不时嗡嗡响。丁秀看了年糕一眼，年糕，把凳子放下，你奶奶是来商量事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就是建鸭这习惯不好，动不动就动手，以后迟早得闯祸。我先前问过老师，老师说我还小，不能打架，还说虽然不满14岁杀人不用抵命，但总归是不好的。听年糕这么一说，年奶奶的脸当时就白了。杀人还是得偿命的，怎么能没事呢？小孩子也不能杀人，这个没理呀。被年糕一吓唬，年奶奶一夜没睡好。有年糕儿这祸害在家里，不就等于放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吗？年糕儿要是不念书，天天待在家里找事也不行啊。年奶奶思来想去，决定直接把年糕给人当童养媳，家里不用养她，还能领一笔不少的彩礼钱，关键是能把这疯丫头给撵走。年奶奶越想越觉得这主意好，前半夜愁得睡不着，后半夜差点笑出声，兴奋得更睡不着了。年奶奶是行动派，说干就干。第二天一大早就挎着篮子出门了，下午回来的时候，篮子塞满了食物，嘴里还哼着小曲。今儿的运气那是嘎嘎好啊，一下就跟人谈妥了送建鸭当童养媳的事，哈哈。对了，老大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，也该交钱了。而另外一头的年文景眼皮子一直跳，没想到应验了。文景啊，这事我是真帮不了你，你也知道这货是你爹在世时给你谋的，多少双眼睛盯着。但是你吧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就你那身子骨，走路都有气无力的样子，这活根本就不适合你干。你要哪天死这了，窑厂还得给你办后事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这是上个月工资，1分不少，你拿着吧，明天别来了。年文景这边被开除，那边已经有现成的人顶上，不用说也知道，人家也是找了关系，就等着他犯错呢。他原本还能撑下去，但这2天拉肚子拉虚脱了，走路腿都打飘。随后年文景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。老大，你可算回来了呀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娘，怎么了？老大，有个事我通知你一下，就建鸭上学的事，秀丽回来跟我说了。建鸭在学校压根不读书，也不写作业，考试都是抄了别人的，这种念了也没用，好歹建鸭也识了点字，嫁人足够了。不等年文景说话，年奶奶乐滋滋提着篮子，猜哪来的？此时的年文景心不在焉，如今自己没了工作，满脑子都是以后该怎么办。我想过了，建鸭以后不上学了，一直待在家里也不是回事儿，所以我今天出门去替建鸭寻了门心思。就老三媳妇他舅的连金一家，姓朱，朱家有5个儿子，老大21，最小的也14了，家里缺女人啊。建鸭要是过去刚刚好，他们家得知建鸭住进他们家，特别高兴。年文景的心思都在工作上，哪里听得进年奶奶的话？他嘴里嗯嗯啊呀的应着，心里却在盘算着，这样下去不行，
这一家老小张嘴等饭，以后怎么办？丁秀从外面进来，在门口看到那母子俩，连招呼都没打就进了屋。哼，还有你那媳妇真是欠打，一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多打几顿就好了，看到人都不知道叫人了。娘，丁秀每天够忙的了。就他忙，我不忙啊。这家里家外不都是我就是这几天闹肚子，让他做点事都不愿意。你说要他这样的儿媳妇干什么？我找外头的邻居还能帮我搭把手呢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建丫的事那就是说定了。我去跟丁秀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呀？丁秀说他不当家，你答应就行。年奶奶见文景没说话，随后又说道：那这事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明天就让人来接建丫了。娘，别建丫的喊，年糕有名，哪有这么叫的？小丽你也没这么叫过。叫建丫怎么了？建名好养活，这是一天话吗？秀丽人家出生就是富贵命，是建丫能比的。年文景张了张嘴，想要反驳，如果当初代课老师的职位是他去，他是不是现在也是正式工了？前些年村里原本让他去小学当代课老师，结果年奶奶又是投河又是上吊，逼着年文景把名额让给了老三年丽人。代课没2年，年丽人就转正了。要知道，年丽人高2没念下去，最后的高中文凭最后都是托关系办下来。但这委屈年文景能说吗？年奶奶轻蔑地瞥了大儿子一眼，越看越不顺眼。像谁不好，非要像他那个死鬼老子。年文景没有再理会年奶奶，直接就走进了屋里。丁秀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声，就是我怎么了？吞吞吐吐的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我被窑厂开除了，以后这工资原本1个月有20多块钱的，现在没了。你跟我说什么？你被开除的事跟你娘说去，毕竟你每个月是赚20还是赚50，我1分钱都没看到。我生年糕时买的馓子和鸡蛋，还是我自己卖红薯秧攒的钱，没用过你的钱，也没指望过你。说完，丁秀继续低头那鞋底，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她肯定不会跟年文景过了。当初她嫁给年文景是涂老爷子，是老革命，在芋头村还是大队书记，年文景还是高中毕业，在窑厂干活能赚钱，结果她图的那些一样都没挨上。老爷子去世后，婆婆在村里的人缘更差了。年文景是个大孝子，是他娘放个屁他都冲在第一线闻的大孝子，他跟孩子都得靠边站。你1个月有20块钱的时候，我跟年糕没沾过光，你少了那20，对我们娘俩更没影响。你娘5毛钱买了半斤白糖，小丽打开糖罐子往嘴里倒，撒一地，你娘都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年糕发烧，我想借1勺兑水哄她，你娘不给，你的钱都给了你娘，她才是你家人，我跟年糕是外人，你没必要跟我说你的事。媳妇，我娘她确实有些事做得不地道，但我们夫妻俩之间怎么能说得这么生分？说完，年文景想靠近下丁秀，拉近下夫妻感情，丁秀却第一时间躲开了，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根本不愿意跟他多说一句话。年文景站在原地，心里有些难受。他跟丁秀结婚这么多年，只要不涉及年奶奶，两人相处和和睦睦，甜甜美美。丁秀漂亮，年文景帅气，前后3桩找不到像他们这么般配的夫妻。丁秀虽然只念了3年级，但她一点都不像其他农村妇女那样无知，对年文景来说就没有比丁秀更合他心意的女人了。但是现在丁秀分明是跟他离了心，年文景知道那天被他娘教唆打的一巴掌打掉了丁秀对他的情谊。年文景当时就后悔了，特别是看到丁秀一心寻死的样子，他就更后悔了。